一部充满未知符号和奇异插图的书稿。一本没人懂的天书。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张的频道。在美国耶鲁大学有这样一个图书馆，名叫贝内克真本书与手稿图书馆。顾名思义，这个图书馆里的收藏都是极其稀有和珍贵的书籍。能保存在这个图书馆里的书呢，都是印刷量极少或者是独此一本的极具价值的书。这里面有一本特别奇怪而神秘的书叫弗尼奇手稿。它一共260页，写满了不认识的神秘字符，还画满了光怪陆离的插图。说它神秘呢，是因为在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长河中这本书几次出现又神秘消失。世界各地的植物学家、密码学家都对这本书稿展开了深入的探究。弗尼奇手稿呢，不是弗尼奇写的，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曾经被意大利商人弗尼奇收购和拥有，所以叫弗尼奇手稿。先介绍一下这位弗尼奇先生，他生在波兰，年轻时呢搞革命，1885年加入了无产阶级党，第2年就被沙俄抓了，判他呢在西伯利亚挖矿。他在冰天雪地里带着脚镣干了几年，1890年呢直接越狱一路翻山，藏火车，偷渡，跑了半个地球，又到了伦敦。那个时候呢他才25岁，已经会说18种语言。到了伦敦呢，他先继续干革命，后来彻底洗手。1898年开始呢，他就开始卖古书。靠他的眼力呢，1902年就在意大利淘到了马莱尔米圣经这种级别的货，然后呢就发迹了。就是说弗尼奇先生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书商，不是一个平庸的人。另外还要介绍一下他的太太就是著名的小说《牛虻》的作者艾杰尔·莉莲·弗尼奇。1908年，弗尼奇接手了一家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古籍书店。在佛罗伦萨的这段时间呢，他与当地一位名叫约瑟夫·斯特里克兰的神父搭上了关系。这位神父呢，与梵蒂冈的教会有一些关系。通过这位神父的关系呢，1911年，弗尼奇从梵蒂冈图书馆收购了包含380份手稿和30本印刷书籍在内的大量古籍。这些古籍大多是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世的藏品，他们都被放在这个教会学院的罗马尼亚图书馆。这些古籍中就包含这份弗尼奇手稿，其中呢还夹着一封信一封与手稿一同收藏的信件，是由布拉格的科学家马库斯·马尔奇于1665年写下的。他信的内容写得很简单就是这是罗马皇帝鲁道夫2世遗留的手稿。从1912年开始这位弗尼奇先生就在英国、德国等地展示这份神秘的手稿，为了寻找潜在的买家。当时这个手稿的名字还不叫弗尼奇手稿，教会为他起的名字叫做罗杰培根密码手稿。这位罗杰培根呢是13世纪英国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这个说明呢，以前教会可能认为呢，这是一本由罗杰培根撰写的加密书稿。弗尼奇为了隐藏自己与神父私下交易的真相呢，他谎称自己是在佛罗伦萨的旧书店偶然地发现了这份手稿。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出于安全考量呢，弗尼奇决定举家移民美国，并在那里继续拓展业务。随着生活的稳定呢，弗尼奇对手中的这份手稿
也渐渐起了兴趣。从1919年开始，他专注于手稿的考证和研究，试图解开它的神秘谜团。他把影印本呢寄给当时全世界最牛的一些密码学家，但是最后呢都没有得到破译。1930年，弗尼奇先生去世了。后来，一位古籍书收藏家克劳斯先生呢，从弗尼奇的遗孀那里购买了弗尼奇手稿，然后捐赠给了图书馆。这本书是由羊皮纸制作，现存呢234页估计原来更多。文字呢从左到右字形漂亮，排版整齐，一看呢就不是随便胡写的。统计下来大概17万多个字符用了25种左右的基本字形，字句也很均匀，笔画连贯，完全符合真实语言的特征，但就是对不上地球上任何已知的语言，连最偏门的古语言都不行。尽管呢看不懂文字，但是还是能从插图上大致看出全书的几个部分它们可以分为植物、宇宙、星座和人体。第一部分呢全是植物，有100多种，就是没有一种能对应到现实中的植物。第二部分是宇宙学，是以圆形的不明图案为主，包含了许多可以折叠的书页，内容几乎无法识别。之所以被认为与宇宙有关是因为这个图案风格与同时期宇宙学的插图非常类似。内容呢被认为在描述这个历法、黄道或者季风。其中有一个可以展开的6页的折叠图，打开之后呢能看见9个不同形态的星球杯是由不同的管道连接了起来，其中呢还有这个城堡和火山。第三部分是天文星座图，这些插图显得有些怪诞插图中除了描绘太阳、月亮、星星，还配有黄道、12星座的标记和符号。每个符号呢都有大约30个裸女环绕，每个裸女呢都捧着一颗有名称标准的星星。第四部分最炸裂，是一群裸女在连接的浴缸、管道、绿色的液体里站着或者飘着，像是某种生殖崇拜或者妇科治疗图。后面还有药罐子和根茎图。这整本书呢看起来就像一本中世纪的炼金加草药加妇科加天文的混合百科全书。关于弗尼奇手稿的起源呢，人们也是做了各种研究，比如化学家用碳14定年法确定这本书稿的纸张来源就是在15世纪出现的纸张。刚才说过呢，这本书稿中有着一封信件是罗马皇帝鲁道夫2世的。那么既然破解不了书稿的内容呢，人们就先从这封信件入手由此呢可以推测出弗尼奇手稿呢在17世纪以后的去留那么大致可以推断出呢，大约是1568年，罗马皇帝的鲁道夫2世先收藏了这本书稿，但是呢，不能证明呢这本书稿就是出自鲁道夫2世之手科学家大概推测出这本书稿当时是被鲁道夫2世拿来做了研究可能鲁道夫2世认为书稿中类似于星盘的这些图片可能暗含着一种神秘的力量一旦破解呢，就能告诉他长生不老的秘密。那个时代的人们呢，都对长生不老很着迷。但是呢，这位皇帝呢，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他于1612年在布拉格逝世，书稿呢，也随着他的离开消失了踪迹。直到17世纪的中叶，布拉格的炼金师乔治·贝斯特又发现了这本书稿。
同样呢，他也拿这本书稿来做研究，他试图发现其中的星盘和炼金之间的关系。炼金术呢是中世纪化学的始祖啊，是为了将普通金属变成黄金。发展到后来呢，就炼制了许多这个所谓的长生不老药乃至呢变成人类的追求啊。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呢，炼金术其实是一门伪科学，但是在那个年代，炼金术呢也在客观上带动了现代化学的发展。这位炼金师乔治·贝斯特研究了20年，依旧也是没有什么结果。之后，耶稣会的成员听说了这本书稿的存在，他们虽然没有把握能够破解，但本着遵循规律的原则呢，他们把这本书稿收藏了起来，直到被弗尼奇收购。弗尼奇手稿的来源兜兜转转但是至今呢都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准确的证明弗尼奇手稿到底出自哪里。所谓的这些主人呢，也是这500年来一个短暂的收藏这部书稿的收藏家罢了。弗尼奇手稿呢，吸引了很多密码领域的专家来破译，比如一战时期曾破解德国密码的美国密码破译之父亚德里，他研究过手稿之后呢，表示无法破译。二战末期呢，破解了日本海军密码的美军呢，一些破译人员呢，也对这个弗尼奇手稿进行了破译同样也是没有结果。1921年，一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纽博尔德说自己破译了弗尼奇手稿，结果呢是他把墨水的自然归列当成了微型的拉丁字母，这个纯属一种幻觉。那么还有一位希伯来语的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叫尼古拉斯·吉布斯，他发现手稿中的部分内容呢似乎是摘抄中世纪的医学书，所以呢他认为弗尼奇手稿是一部养生类的书籍。可是呢，很多人也不认可这个结果因为尼古拉斯呢只是找到了一小部分雷同的内容，并没有破译所有的文字。2017年，权威杂志呢《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位来自耶鲁大学的历史研究员尼古拉斯·吉布斯，他表示呢，他已经解开了弗尼奇手稿的真相。这位吉布斯先生认为呢，这份手稿实际上是借鉴了一本中世纪的医学书籍，里面的不少文字呢和插图呢就是来源于此。对于文字的部分，他认为书中所使用的并非什么神奇的文字只不过是中世纪医学书籍里广泛使用的一种拉丁文的缩写而已。比如 A 和 Q 就是拉丁文 aqua 的缩写，意思就是水。根据他的判断呢，这份手稿其实是一本中世纪的女性健康手册，集中叙述了各类妇科疾病的治疗方案和当时流行的沐浴治疗法。当然呢，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希伯来文的缩写，有人说是乌克兰文，有人说是多语言的混合，后来还有人干脆说呢，这是中世纪的骗局。有人发出了疑问，弗尼奇手稿根本就是一个人的恶作剧凭借他的主观臆断画出了一些图片，写下了一些字符罢了。但是科学家们在经过一些实验后呢，推翻了这个说法。首先是文字在弗尼奇手稿里的文字虽然看不懂但并不能就此证明它不存在。因为书稿里的字符呢，很符合人类的语言逻辑。有一个叫奇夫定律的规则证明
伏尼奇手稿中的文字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语言。这个奇夫定律呢，它就是在统计呢，在一个语言中词汇出现的频率的规律啊。每一种语言呢都符合这个规律。比如呢，一篇英文的文章中经常反复出现 of、the、are 等等啊。就是说，在自然语言的语料库里呢，一个单词出现的频率与它在频率表里的排名成反比，所以呢，频率里最高的单词出现的频率大约是出现频率第2位的单词的2倍啊，而出现频率第2位的单词呢，则是出现频率第4位的单词的2倍。伏尼奇手稿中的语言呢，也符合这个规律，并且词汇出现的频率还符合插图和章节对应的主题。比如说，植物章节呢会有一些词呢频繁的出现，生物的章节呢则会有另一些词呢频繁出现。所以呢，推测出手稿中的文字啊，也属于一种自然语言，而并非编造的。这个就证明啊，凭空捏造的语言是无法达到这个标准的。假设如果这是骗局，那么画这本书稿的人又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一场骗局呢？费尽心思的创造出一门语言，再绞尽脑汁的画出一些现实生活中无法见到的植物形象和星盘啊。那么即便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艺术家，大概率也无法做到呢，这个200张图片都不重复，而且现实中也不存在。另外还有2个理由啊，可以证明这不是骗局啊。第一个呢，就是伏尼奇手稿所采用的这种鲜明的色彩颜料和保存至今的这些纸张啊，都十分的昂贵，就是说做这个骗局的成本呢很高。第2个理由就是这部书稿完成以后呢，没有公开发行过，那么作者的目的呢，既不求名也不逐利啊，他就没有做这个骗局的动机。这部书稿的文字部分呢，还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地方，那就是纵览这个全文啊10几万的文字，居然找不到一处修订的痕迹啊，就是没有什么修改过的痕迹。这对于一份手写书稿来说呢，是一件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那么这就有一种可能啊，这就是一个抄写的人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在抄些什么内容啊，抄错了呢也没有意识到错误，而且呢可能这个手稿有蓝本啊，有它的这个原稿。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开始使用人工智能呢来破译伏尼奇手稿。加拿大自然语言学家格雷格康德拉克呢，在一位计算机专家的帮助下啊，他们就用人工智能啊对伏尼奇手稿进行了破译。他们在破译的机器中呢，录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的380种不同译文的译本啊。然后呢，测试过他们的算法之后呢，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工具有97%的几率啊，能够正确的识别出原文所用的语言。随后呢，他们就将伏尼奇手稿啊投喂给了 AI。以前呢，有人就是说过，他这部书啊的语言可能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但是呢，人工智能 AI 呢并不同意。AI 说，这个剔除了很多中世纪不大流行的备选的语言项，希伯来文才是最有可能的原始的语言啊。就是说，伏尼奇手稿很像希伯来语，但它的字母顺序呢是被打乱的。这些研究者呢又设计了一套这个编译的算法，让破译机器呢重新组织伏尼奇手稿的语句。经过他们的这个一番努力啊，终于破译出了伏尼奇手稿上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他向牧师、男主人、我和其他人提出了建议啊。虽然人们摸不透这是什么意思啊，但总算得到了一句
还算完整的话。除了这句话，他们还解析出了书中包含狭窄、农民、光、空气、火等名词。他们根据这些词汇呢判断，认为这本书呢是一本中世纪的炼金术的手册。AI 可能是一个新的解读伏尼奇手稿的办法，当然这并不能说这个团队基于 AI 的翻译是完全正确可靠的。目前世界上并不存在公认的解析成果，任何号称已经完成破译的说法呢，都是夸大其词。从当今学术界研究的现状来看大多数人还是不认可此书是胡编乱造的这个骗局的这种说法。而主流观点呢是认为这个作者可能基于某种自然语言进行了特殊加工，完成了这本书。从手稿实际的诞生、流转过程来看，作者就没有打算将这本书公开否则就不会在写下这本书几百年后呢都没有人知晓这本书。它只是一部私人的手稿，那么它很可能只是记载了作者从其他文献中抄录下来的一些知识。那么以现代的知识水平来判断伏尼奇手稿呢已经不太可能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了。里面的插图也好，文字也好大多都刻下了中世纪的时代烙印。那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怪异星座和奇妙的植物呢，也只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而已。尽管如此呢，还是有许多专家学者不计回报地将精力投入到这份手稿的破译之中。这就好像我们在玩的某些游戏里面，这些玩家呢都在努力寻找那个游戏设计者留下的彩蛋。这种对于谜底的无穷动力呢，才是人类不断前进的钥匙。伏尼奇手稿中的内容呢，让人充满联想。这究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呢，还是一个人自己的游戏呢？我们不得而知还是那句话，虽然不能够理解，但是不能代表它不存在。目前呢，伏尼奇手稿被耶鲁大学保存在古籍图书馆里面，它的内容呢也公布出来，放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到，可以让大家一起呢探究破解。希望有人真的能够探寻到伏尼奇手稿的奥秘。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谢谢观看，请关注老张的频道，下次再见。